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重装机兵回归。今天应该是流程的第5期，上一期呢，咱们来到了伊尔镇。这个镇子作为勇者来说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搜刮道具。但其实重装机兵的搜刮道具行为比勇者斗龙系列要好得多了。你想一下，勇者斗龙系列进屋子了，先干嘛？摔罐子，对吧？把人家罐子摔个稀碎，然后把里边的道具拿走。所以说，咱们只是打开柜子、打开抽屉，把东西拿走而已。业内良心啊！这3间小房子里都有道具。一会儿卖这些东西的过程就给大家省略了，其实也卖不了多少钱。另外，你像这种旅馆里边，什么松的毛巾、松的蚊香等等。哦，捡到了一个肥皂，这是一个硬汉游戏吧？重装机兵，我为什么要捡个肥皂？好了，在这个镇子呢，除了是最大的改造工厂之外，咱们需要在这个酒吧得到山贼的信息。咱们先和左边这个小姐姐对话，她会告诉你，让咱们走后门，前面不行啊，要从后面。这里先看他俩表演，这个环节是比红白机版呢动作要多了一些，至少能够看清这2个人在动啊，肢体上。红白机版就是2张贴图，左右移动而已，糊的一片。那名酒保明显已经看习惯了，头都不回。左下方那个老爷子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我年龄已经够大了。好，你俩要跳多久啊？咱们一会儿进屋吧。进屋了，2个一起进屋了。好，咱们走后门，从后面来，可以了。进来之后呢，他就告诉咱们山贼的信息，尤其是有一个叫瓦鲁的，但是瓦鲁呢还是某个人的部下。可以了，这个镇子的事情暂时就算办完了吧。咱们向吴哥村前进。吴哥村现在已经被山贼给占领了。好，这个码头呢，咱们先用一下金属探测器，探出了4样东西，但实际上呢，只有一个东西是一个 SE， 其他3个是地雷。这种战车我就用主炮来轰了。这个 SE 好重啊，7吨左右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把这些雷啊排一排，这样咱们一会儿来打瓦鲁的时候呢，就不用再踩了。先到左边的吴哥村，把山贼清一下。最近这几期呢，总有小伙伴问我军号的事情。其实上一期最后咱们不是打了一个新的赏金手铜管乌贼嘛？铜管乌贼就有几率爆出军号，但是军号已经远远没有那种 bug 级的作用。而且说句实在的，像重置的版本的难度比红白机版我感觉要简单一些，尤其是它的难度曲线设定的更加的合理。就是你在电头现阶段捡到的，再加上你捡到一些地面的隐藏的装备道具等等，你打目前的赏金手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。这里先清理掉瓦鲁的2个小兵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还买了几个武器，现在包括女战士用的就是一个全屏的灼烧攻击，看起来很夸张，但是其实攻击力一般。
这个音波枪呢，就给了机械师来用，又是2个一起打的，破坏了护甲，然后干掉一个。全屏攻击看着是不错，就是这个动画效果时间太长了。主人公没打动，他们自己注射的话应该是回血啊，他还会飞吻呢，这应该是一个魅惑的技巧的前身啊，真的恶心啊，变态。差不多了吧？好，干掉。这里还有400多点经验，这样等于这个镇子就被咱们夺回了。再和他们对话就老实多了。我记得重装机兵2代。初始的村子向北走，那里那个镇子也被这些土匪给占领了。可以了，咱们换一下主炮吧，升级一下主炮。升级主炮的话呢，方便一会儿打瓦鲁，因为瓦鲁毕竟也是驾驶一个战车呀。看一下捡到的这个啊，卖了3000，还可以。大家看我的钱，因为上一期结束的时候我大概有6万9。那忙活完这波，看一下我还有多少钱吧。我估计没了一半，估计要没一半啊！这些钱，就是我的钱，我感觉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但是最终都被大风给刮走了。一半我好像都说多了，这不就剩2万多了吗？就是从7万的巅峰变成了现在的1/3左右，只用了不到10分钟。之前买了一点人类的装备，到了游戏的中期呢，很多地方如果你不进行跳跃式的打法的话，就需要频繁的这样更换的装备，比较费钱啊。好，这样可以进码头了。哎，还碰见怪了。来，大家看这个神风炸弹。它就是神秘人的量产型。那本期呢，咱们要打神秘人的，要把这个神秘人推掉。其实神秘人最难的地方有2点，第一呢，你遇到他的几率非常低。我这个货还过来自爆了。第2点难点是他容易逃跑。其实它本身呢非常的脆。好了，来到码头，咱们把这个码头夺下来。你看啊，刚才咱们是空着手，白刃战啊，没有驾驶战车打的这些小土匪。现在呢，咱们开着战车，对面竟然还敢和我硬刚。2人的护甲都打坏了。打坏之后呢，每人赏了一发主炮，5块钱啊。恶党的招人广告，这是一个图片了，就是刚才打的这种小喽啰兵的图片。本作呢还是有一些收集要素的，比如说收集这些赏金手的图片，但是呢作用不是很大。好的，瓦鲁来了，打完瓦鲁呢，咱们会得到这个船，但是作为初代船的利用率不是很高啊，后面作品船就有很大的作用了。好的，干掉他。可惜啊，这个货应该是没有赏金的。瓦鲁的小弟要优先解决掉，他会全屏的控制技，对，就是这个口哨会把咱们吹睡着的。吹口哨竟然能睡着，我一般听见口哨声我就会有事情比较着急要去办，结果这3个货竟然睡着了。那裤子不就遭殃了吗？来吧，用主炮轰。
对面也是有战车的人，但可惜瓦鲁呢只有自己一辆战车，所以说他输在了数量上。瓦鲁除了用这种导弹攻击咱们之外，对，还可以召唤他的小喽啰兵，优先解决呀，不要被他控到啊！又吹口哨。还好他这个控制的持续时间不长，优先轰掉。我的天，用刀砍坦克，你是疯了吗？打飞了，又没射准。好的，这样继续轰瓦鲁。本期咱们的任务也比较多呀。咱们打听完山贼的信息之后，打瓦鲁，打完瓦鲁之后呢，咱们要去索鲁镇，索鲁镇要去下水道里打那个异形的鳄鱼，打完鳄鱼呢，再拿到第2个镜片，之后呢，咱们再去把神秘人打了。而且呢，打完异形之后，咱们还会拿到战车，但是这个战车一般，真的很一般。比4号战车就是地里埋着的那个战车强一点，但是也很一般。可惜啊，这个战车打炸了。格麦斯藏在大瀑布附近，让咱们有了格麦斯的信息。坐船出发。这个船不能自由驾驶啊。只有这么2站。那从南方的渡口出来之后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就是发动机 V48。因为 V48 可以改 V66，V66 可以改 V100，这是最好的发动机了。大家看一下位置吧，我用一下金属探测器啊，结果就在我脚下踩着。那好了，金刚石，咱们向索鲁前进。2个神风炸弹，2个流浪甲板。一会儿打神秘人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御敌的大概位置。它的御敌率要比地面的铜管乌贼要高。铜管乌贼的御敌率真的2%、3%，大概也就那样。但是神秘人的话，至少我感觉5%以上。索鲁镇的北侧有一个商人的营地啊，就在这儿。这个地方卖着一样东西非常好，就是坦克的副炮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先不买了，因为我这个钱一会儿要留着升级人类的装备呢。咱们毕竟要去打异形啊，然后现在手里还没有军号。这里比较好的呢，就是这个遥控扳手9000块。另外这个护手还不错，衣服的话一会儿到了索鲁镇可以买到防御力更高的，所以就可以先这样，一会儿到索鲁了再进行补充。好，上面就是战车的装备店了，它的副炮是不错的，打敌人一组。好，在这儿又有一个隐藏的道具，48机关炮，这应该可以当做主炮来用。好，下方那个有一个洞口，这个洞口是什么呢？就是本作新加入的地铁东西线的中间的出口。那这个出口呢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地面的隐藏道具都在这个出口的附近，咱们下去就能捡到。而且呢，只有从这个入口进去了，咱们才可以从地下进入索鲁的双子楼。因为双子楼也是本作新加入的一个迷宫，里边有很多的道具，包括最终风暴枪，还有诺亚的一组密码，甚至还有一个闪金手。那下一期我预计会给大家演示一下下面的地铁系统，还有呢就是双子楼里边的
道具咱们要拿，然后赏金手咱们也要打。把这个毛巾啊、肥皂啊、灭火器卖一卖啊。出发了。就在这里边。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贴图啊，6条腿的鳄鱼，身上还长满了尖刺，像豪猪一样，这真的是变异了。好，下面这个宝箱里边就是镜片，但是呢，这个镜片需要把水放掉之后，咱们回头再来拿。这种钻头蚯蚓就打了。但是如果是挖人的话，我就不打了，因为挖人攻击力太高了。就像这种，咱们就跑了。我如果没有事儿的话，我在这里捡镜片，我可以和他打架，但是我还要打异形呢。好了，出发。异形在那边堵着路呢，咱们过不去，这是强制需要打的一个 BOSS。那这次人类装备升级应该是我进马歇尔之后的又一次升级，因为从马歇尔到现在几乎没有怎么升级过人类的装备。开打！目前我的装备就是电头最好的了。先把催眠瓶、冷冻瓶、睡眠瓶，先把冷冻瓶、催眠瓶、魅惑瓶、什么混乱注射器都先用了，控它呀，尽量的控它，因为这个货输出太高了。我看抽了主攻一下，300多血，而且它血也很厚的。这是中子枪，打了230。我应该回一下血了吧？刚才抽这下太疼，再来一下秒了。没抽到，来个混乱。我看别的小伙伴说啊，就像这些什么混乱注射剂啊、催眠瓶啊、魅惑瓶等等，都能控它个2、3回合。但是每次我呢，就是1回合完事儿，就本回合能控住，下回合就没了，没有效果了。我的天！大家还记得我刚才的女战士那件武器吧？就是这个效果，全屏吐火。这个遥控扳手的攻击力还是可以的。中子枪也成。105。主人公这个武器稍差一点，但是本来呢，我在他身上放了2个瓶子，也就是想把它当做一个辅助用的。因为我的钱大家也看见了，花剩底儿了，就剩几千块了。我的天，太狠了，这顿喷啊！但是他也快挂了，没多少血。我估计再有个2回合最多。哦，其实他使用喷火这招，我感觉还可以，因为呢单体的伤害不高，不容易把咱们的阵型打残。幸亏我所有人都买了护甲，好干掉了，4000的经验，没人升级竟然，你们骄傲了吧？好，这里有个宝箱拿着，金属护腿，这应该是比电头的护腿要更好的鞋。好，上来了，可以把这个战车呢拿走。这个战车是我得到的第5辆。大叔5号，
咱们把它牵引了，然后就放到家里的车库里了。这个车的底盘重量适中，它不像1号战车底盘很轻，这样改造的空间比较大。你像这种战车，它即使改到了防御200左右啊，它的底盘重量比1号战车也沉很多，你至少要少装那么300-500点护甲的。而且呢，它没有2个副炮或者 SE 的系统，所以说这个车没什么大用啊。另外初代的话，它也没有什么防空的特性。好，实际上这里的租车数据啊，这个功能咱们是可以下载的，但是我为什么下载不了呢？因为应该是需要租8回车的，我现在只租了7回，而且呢，你赚到的赏金数量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啊，你达标之后你才可以下载这个功能。忘了拿镜片了，咱们回来再拿一下。还有跟大家补充一点，本期开始的时候，咱们那2个妹子的位置啊是可以拿到口红的，但是呢，需要在他俩跳舞的时候，咱们中途退出，再进来才可以，因为那个位置被他俩挡住了嘛。但其实就一个道具啊，也卖不了多少钱，算了。好了，这回呢，我要去打神秘人。咱们先要到神秘人的位置那儿。其实呢，神秘人就在左边有一个商人营地，就在他的附近。这是南渡口，往下，好，就在这儿。一般呢，我习惯在这个商人营地的右下角这里。好，我大概晃了10分钟吧，就遇到了。主炮轰他，祈祷他不跑吧。他在挑衅。啊，看他这个头啊，330、110、113啊，可以说他没有多少血了。绊倒了啊，这你就说他自爆了就完事了呗。看啊，这个货自爆了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第2回合我没打他，这样咱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10000经验点，还可以去领赏金啊，这个真的爽。回老家领赏金吧。我正好整备一下，赏金大概是22000。22000的话，我应该会升级一下主炮了，为后面打格麦斯做准备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